妈妈今天又发火了，都不用猜都知道，肯定是大雄又考了零鸭蛋。今天的社会学考试的零鸭蛋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被大雄这个幸运小同学给抱回了家。但这次还真有点不一样，他也算立下了一项创举，因为他昨天的国语考试理科小考也是零蛋，要是明天的数学再考零鸭蛋的话，就能创下全科鸭蛋的逆天纪录，活生生凑出了个奥迪车标啊！我看大雄要是再努力，体育也拿个零蛋，岂不是就能拥有一个奥运5环了？妈妈为了他不拿零蛋串香，也是操碎了心。当即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大雄就不准出门了，必须待在家里好好看书，除了吃饭、上厕所和洗澡之外，都不准离开书桌。大雄看着桌上那一堆数学题，都快哭了。他一看见数学就想睡觉，比吃了安眠药都好使。就在他趴在桌子上幻想自己穿越到一个没有考试的国家的时候，妈妈端着铜锣烧就进来了。妈妈虽然嘴上严厉，心里还是保留了最后一点仁慈的。可惜大雄只沉浸在数学带来的痛苦里，压根儿没有感受到妈妈的良苦用心。妈妈放下那盘给他和哆啦 A 梦准备的点心，就出门买东西去了，还宣布在自己回来之前，大雄必须做完20页数学题才行。这等于是要了大雄的命啊！他试图求情，然而妈妈却说：“我想写可以不写啊，但是以后你就别当我儿子了。”吓得大雄赶紧把自己那张准备抱怨的小嘴给闭上了。等到妈妈一走，大雄只能把心里的怨气全都化为了食欲，一边骂着哆啦 A 梦，一边往嘴里狂塞铜锣烧。好你个哆啦 A 梦，出去和咪咪约会去了就不管我了，真是见色忘友！一只机器猫能和真猫有什么前途啊？还不如回来帮我解决困难。就这么边吃边骂，不知不觉他竟然把那一整盘铜锣烧全吃完了。这下完蛋了呀，他连一个都没给哆啦 A 梦剩下，哆啦 A 梦不得跟他拼命啊！恰好这时候哆啦 A 梦真就回来了，大雄端着那个空盘子还想往桌子底下藏，谁知道哆啦 A 梦鼻子异常灵敏，一下就闻到了铜锣烧的香气。大雄还在嘴硬，我没吃啊，你别瞎说啊！哆啦 A 梦直接拿出了道具高咪嘴，把这玩意儿往柱子上一装，然后问他这个房间里几分钟前有铜锣烧对吗？柱子立马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去，那是一点情面都没给大雄留。对啊，妈妈端了一盘铜锣烧进来给你俩吃，但是大雄全都吃完了，我那是看得清清楚楚，千真万确啊！被拆穿的大雄只能尴尬的抠脑壳。哆啦 A 梦气得扑上去就要揍人，好你个大雄，吃我的铜锣烧就算了，你还学会骗人了是吧？两个人打着打着，大雄摔了个屁股墩，就连凳子都倒了。哆啦 A 梦把凳子移开一看，哎呦，这柱子上怎么还有道口子呢？这不是又要挨骂了吗？这时候长了嘴的柱子又有话说了，这可不是刚才弄的，这道口子从大雄小时候就有了。大雄看着这个道具又有了鬼主意，拿着高咪嘴跑到了楼下，把它往桌子上一装，果然找到了妈妈藏着的半盒铜锣烧。哆啦 A 梦心满意足了，看来这东西还挺好用的嘛。大雄的那点小聪明，怎么就从来不能用到正事上呢？哆啦 A 梦看着大雄拿着这个道具到处找地方用，忍不住追在后面唠叨。可原本是未来的人为了搞考古研究才发明出来的道具，你可别拿它来干坏事啊！但大雄家里又哪来的老古董呢？哆啦 A 梦又说，不是古董也没关系啊，比如被风吹来的气球啊，不知道哪儿滚来的椰子啊，都可以给他装个嘴来问问话。大雄一听椰子就想起来了，小福的堂哥不就刚捡了个椰子吗？但是他现在有妈妈的金令族在身，不能出门，只能打电话让小福把那个椰子带到自己家里来。小福带着小伙伴们都到了大雄家，大家围着这个椰子仔细研究着它的来历，因为日本压根儿不产椰子，那这个椰子就只能是从南方的小岛一路漂流过来的，那也飘得太远了吧，这不得跨越半个太平洋啊！哆啦 A 梦也对南方的岛屿很感兴趣，把高咪嘴往上一放，椰子果然就刮起了起来。他说在岛上可以看到一望无际蓝色的大海，卷起雪白的浪花，湛蓝的天空仿佛要将人吸进去，当空的烈日把海面照得闪闪发光，大海和天空都连成了一整片蓝色。没想到这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耶，这至少是3年级满分作文要被老师拿出来全班朗读的水平啊！
椰子又接着说起了自己生长的南方小岛，那里瓜果飘香，到处都是鲜花和小鸟，大家一出而作，一落而息，过着自由自在的悠闲日子。这可就把大熊给说心动了，眼眶里竟然还挤出了2滴眼泪。这是什么神仙地方？竟然没有考试和作业，也没有可怕的妈妈，在岛上想干啥就干啥。大熊越说越羡慕，最后把自己都给说得哇哇大哭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要去，我要去啊！金香、胖虎和小夫明显也有点心动，都想去看一看那个美丽的地方。哆啦 A 梦只好答应他们，用任意门去椰子的故乡看看。不过大家傍晚的时候就要回来，大熊前脚刚走，妈妈就回来了。看着咣当一下关上的任意门，妈妈还纳闷呢：大熊，你那20页的数学题写完了吗？很显然，那是一个字都没动。墙上的那只高密嘴竟然还没有拆下来，我感觉已经预料到了大熊的悲惨结局，但事情并没有按照经典剧情那样发展。妈妈趴在桌子上回忆起大熊以前明明是个又乖又听话的孩子，现在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？这时长了嘴的门柱子又憋不住话了，赶紧接着说：そう、のび太はいい子、よく笑った。这根会说话的柱子把妈妈给吓了一跳，原来他从房子建好之后就一直看着大熊长大，还向妈妈提起了自己身上的那一道划痕的来历。还记得那是大熊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其他小孩1岁就会走路了，但是他到了1岁半还没有学会走路。小小的大熊在地上爬着，在妈妈的鼓励下竟然扶着椅子站了起来。虽然走得非常艰难，但大熊还是勇敢地迈出了自己的第一步。妈妈鼓励他继续往前走，大熊却不小心摔倒了，那道划痕也是那个时候被倒下的椅子给砸出来的。妈妈担心的魂都快飞了，赶紧把人抱起来检查有没有受伤。这时大熊却在妈妈怀里开心地笑了起来。爸爸也在这个时候赶来，得知了大熊终于自己走路的消息，也感动地夸奖起大熊真棒。看着这道划痕，妈妈才想起当时自己明明说过，虽然大熊学什么都比别人慢，但只要他能健康长大，慢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他是个身体健康、善解人意的小孩，那就够了。然而在岛上刚刚登陆的大熊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，大家在换装照相机的帮助下换上了非常有海边气息的花裤衩，就准备在小岛上开始探索了。大熊正准备把这颗漂洋过海的小椰子埋回土里，突然就看见草丛里钻出来几个小黑人，原来他们就是这个岛上的原住民。此时有条蛇突然掉到了大熊身上，吓得他当场就要去世。小黑一把冲上来帮他扔掉了蛇，大熊成功得救。看来这些原住民们也都很友好嘛，大家伙很快就和小黑们成了朋友，一起冲向蓝色的海滩。小黑带着他们从树上摘果子，还用藤蔓当秋千。大熊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，被溪流冲走，小黑又跳下去把他给捞了起来。2个人顺着溪流滑下去，没想到又找到了新玩法，一群人玩得不亦乐乎。太阳很快就下山了，金香3人都提出时间不早，自己要回家了。可大熊还对这个小岛上的一切都恋恋不舍。看着小伙伴们都回去了，大熊想起自己还没有写完的数学题，回去肯定会被妈妈骂，要是考了0分，说不定还会挨打。但看着就连岛上的小黑都投入了妈妈的怀抱，大家都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大熊也只能听了哆啦 A 梦的话，准备回去和妈妈好好道个歉。谁知道一回来，妈妈的态度竟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，不仅没有骂他，还给他做了最爱吃的汉堡。妈妈还说自己再也不会逼他念书了，只要他健康长大就行了。大熊这下可是受宠若惊啊！妈妈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被我气的哪根筋搭错了吧？一定是因为自己成绩太差，才会让妈妈变成那样。大熊突然就茅塞顿开，知道要刻苦学习了。大晚上的觉也不睡，开始拿起本子做起了数学题。但愿他的3分钟热度能坚持的久一点，可千万别再考零鸭蛋了啊！好了，本期问题，这个道具秘密嘴你们喜欢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